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在1999年上市后 ，NVIDIA 迅速崛起，凭借图形芯片领域优势和对加速计算趋势的洞察，成为过去25年来回报率最高的股票，591.078百分号，并在近期超越微软，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，3.34万亿美元。尽管该公司经历过多次大跌，但由于客户持续对 AI 设备投入巨资，其增长势头得以维持。让我们关注，美联储官员强调，需要更多通胀降温证据才能降息。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潜在时间表。美联储理事库格勒表示，如果经济状况如他预期般发展，今年晚些时候降息可能是合适的。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表示，数据可能需要几个季度才能支持降息。接下来这条，波音 CEO 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一系列安全疏忽和涉嫌不当行为道歉。他为自己于2018和2019年驾驶波音737 MAX 时造成数百名乘客遇难而再次道歉，并为1月阿拉斯加航空航班因机门塞子爆裂而导致的最新事故道歉。下一条，美联储波士顿分行行长柯林斯表示，有情景可能促使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1到2次，但同时也警告称，在通胀读数波动的情况下，美联储必须保持耐心。下面这条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可能会稀释股东权重的监管文件，导致 Trump Media 与 Technology Group Corp 在尾盘下跌。由于认股权证持有者可以将其所持股份兑换为公司股票，继而稀释长期投资者的持股，该社交媒体公司在尾盘下跌约 15%， 至每股26美元左右。下面这条，美国企业高管薪酬增长创下至少14年来的最快速度，这表明膨胀的奖励计划，如埃隆·马斯克的计划，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。让我们关注，受美日需求提振，日本5月出口额大幅增长，但受全球需求放缓影响，出口量下跌 0.9%， 贸易逆差 1.22 万亿日元。接下来，受乐观情绪提振，油价稳定在7周高位，抵消库存增长的影响。API 报告显示，美国原油库存连续第3周增加。尽管近期油价大幅上涨，但指标显示期货接近超买水平，可能回调。下面这条，美国疲软的零售销售数据加剧了美联储降息预期，美元走低，英镑小幅下跌。因英国通胀数据将于稍晚公布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货币对美元走强，分别受澳洲联储鹰派立场和美联储降息预期影响。让我们关注，受到日元贬值提振，日本出口以2022年底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，对制造业发展有利。让我们关注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马来西亚，与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进行会谈，两国将签署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合作协议，庆祝建交50周年。接下来这条，澳大利亚央行暗示可能逆全球趋势再次加息，令全球市场处于警戒状态。政策制定者发表了债券市场认为1年以来最鹰派的言论。下面这条，新西兰央行预期通胀将继续放缓，但仍需更多时间以确定。通胀预期下降和经济体闲置产能增加可能进一步降低价格压力。国内粘性成本也预计将最终下降。下面这条，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，正在研究央行与财政部开展国债交易，但否认此举等同于量化宽松。国债交易将是渐进过程，需要优化国债发行节奏和期限结构。国债买卖并非量化宽松，而是注入基础货币调节流动性的工具。最后一条，澳大利亚反对党宣布计划2035年建成第一批核电站，认为政府通过太阳能、风能和绿色氢等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去碳化的政策行不通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